20多年前，林金满三兄弟从汕头来到珠江口搞养殖，不经意间拿下了1万多亩的江湖。到如今，已是远近闻名的螃蟹大亨，行内人尊称一声“满哥”。这里有6、7顷亩，养虾、养螃蟹、黄油蟹、银仔蟹、钩蟹、肉蟹、大草虾、花虾。这个虾好吃，很鲜甜。对于螃蟹养殖，金满有自己的秘诀，这也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。主要这个水质漂亮，保持在7度左右。虾蟹都是要吃这个贝壳的，给它下那个饲料都是海里的贝壳。这里1年出黄油蟹呢有几千万块吧，钩蟹、肉蟹也有2、3千万，那个虾呢有700、800万吧。1年那个产值也挺高的。盘算着1年几千万的产值，很是霸气。但是满哥说，其实关键都是看老天赏不赏脸。去年我们的螃蟹呢，就带给台风打了之后，就产量就少了1半。天气如果好一点，没有打台风，就收成多一点。清明前夕，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下，藏着2种美味食材：烟仔蟹、曹虾。它们即将掀起美食江湖的巨浪。每年就2、3个月的季节。过年到这个清明节前后才有，产完了就开始不好吃了。食客想尝鲜了，这个季节去广州南沙14冲的菜市场转转，肯定有曹虾。曹虾虾壳细薄，爽滑鲜甜，不用去壳就可以直接食用，是珠江独有的虾种，也是南沙的特产。咸淡水交汇形成的特有环境，孕育出这款野虾独特的江湖地位。因此，广东民间流行一句俗语：千虾万虾，不如曹虾。烟仔蟹是青蟹里的处女蟹，是蟹的一生中肉质最为鲜嫩的阶段。烟仔蟹相比肉蟹，味道更为鲜甜滑嫩，相比水蟹又多了一份细腻饱满。买下后，再把虾交给餐厅加工。餐厅的加工方式非常简单，要么白灼，要么清蒸，另加1小碟灵魂蘸料豉油。你搞得起咩中咯？凌晨2点，满哥就起床了。这是螃蟹养殖户的常态，因为白天捕捞，螃蟹会打架，容易断手断脚。为了减少损失，对螃蟹的抓捕行动都是在他们警惕性最低的凌晨时分实施。所以要2、3点就起完这个笼，这要赶时间嘛。等一下那个人家要拿去市场批发嘛。凌晨的海风凉飕飕，黑灯瞎火工作4个小时，才能完成今天出货的量。被捕的虾蟹要迅速进行挑拣分类，以最鲜活的姿态进入市场。死掉的虾蟹可就1分不迟了，所以动作要快。潮虾今天很少，昨天不是进了太多螃蟹了嘛，所以他那个潮虾就不敢进笼。潮虾卖上来快。满哥负责养殖，凤姐负责销售，搭档了10几年，非常默契。等14冲的菜市场早上一开市，市民们就可以买到刚出水的新鲜烟仔蟹和曹虾了。今天卖了6、7千块啊，今天少一点。忙碌了一天，满哥中午亲自做菜，给蟹塘的工人们加餐。鲜活的曹虾铺到蒸笼上，不需要其他佐料，只放上几片姜和葱段，就能蒸出曹虾最鲜甜的原汁原味儿。热石锅直接倒入活虾，用石头的高温烤熟。石烧曹虾跟清蒸不同，别有一番火气味儿。烟仔蟹也不难处理，金满最擅长油焗。
把烟仔蟹用冰水浸后，热锅下油，干煎15分钟，油焗烟仔蟹就做好了。盐焗烟仔蟹手法豪迈，热锅下粗盐，覆盖烟仔蟹全身，焖上15分钟，用盐的高温来逼熟，蟹肉中带着丝丝咸香。煮熟了的曹虾，透过粉白透亮的虾壳，可以看到水红色的虾肉，其味鲜美的源泉来自虾头处金黄色的虾膏。曹虾的虾籽是最鲜美的，虾籽刚孕育时为红色，变褐色时入口最佳，油香滑溜，脆度近似蟹籽。烟仔蟹汁香肉嫩，且带有明显的鲜甜味儿。蟹膏则是水红柔滑，仿似流沙的咸蛋黄，没有黄油蟹的重口味儿，也没有大闸蟹的硬度。膏如温香，肉似软玉，嫩滑鲜甜。三兄弟风吹日晒，满手闲心，却不言辛劳，最终打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小江湖。10月，广东天气突然转凉，寒意比往年提前降临。廖志成和邓宝豪是连金，也是工作搭档。今天，他们要为自己的虾搭建过冬的安置房，因为他们养的这种虾耐不住低温。这个很麻烦的，有风又搞不了，一副胶纸就6000多个方的了，基本都要20几个。25个人，用了足足7个小时，才盖好了这100多亩的虾塘。面对今年突然降临的寒意，阿成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。到明年清明后，就把那个胶纸卸掉，30度最合适它生长，低于14度那个虾就会死了。就是现在是保温。每天下午，阿成和阿豪都要给虾喂食。他们养的这种淡水虾叫罗氏虾，东南亚引进，胸部长有2只长钳，壳薄体肥，肉质爽嫩，味道鲜美，素有淡水虾王之称。我是09年，当时是因为去打工，觉得赚不了什么钱，就跟老丈人回来养了。今年的行情比较差一点，可能是因为疫情的问题，跟那个消费能力吧。养虾人是寂寞的，因为晚上要守塘，唯有小狗伴在身边。一锅白水，自己养的虾，自己种的菜，一坨粉，就是晚餐了。罗氏虾肉弹味甜，比其他淡水虾有更丰富的味道层次。你日幾隻都飽了，你睇。秘密就藏在饱满的虾膏里。虾膏有着近似于蟹黄的特殊鲜美味。如果是光吃虾膏，你可能分不清到底是虾还是蟹。夠大隻係好有新鮮嘅，新鮮好有咯。冷空气会持续多久？阿成心里也没有底，想着还是卖些虾出去，降低風險，便叫來了蝦商。啊，嗌你嚟睇睇，嗰啲蝦睇睇幾時出啊？夠大㗎啦，好炒嗰啲價錢。如果2頭咁嘅即貴咁咩？而家正價得24、25蚊到啫喎。杜兆华是本地最大的罗氏虾商，有着丰富的市场经验。虽然目前虾价低迷，他建议阿成还是出點貨。而家有幾錢啊24蚊、25蚊到而家。咁大隻嘅喎，貴啲係嘛？咁靚嘅蝦。有咁大㗎，點都貴2蚊。嗱，等佢遲啲升翻幾蚊都好啊。
咁遲啲應該都會有價錢嘅。就你啦，反正你係要買你就通知我。到時微信啦，快啲俾電話你。走咯嘛。好。俾埋啦。得，好，係咁啦，到時俾電話你。考慮了一晚，阿成決定忍痛出貨。你養夠一日子，就算蝦價便宜，都要大規格嘅出咗佢變現，然後就再繼續養小規格嘅蝦。羅氏蝦賤賣也是沒辦法，市場如此，手頭資金也要回籠一部分，才能正常運作下去。如果有畝產達到500零斤嘅，都有錢揾。即係佢蝦要需要用氧嘅，一缺氧咧就會死嘅。嗰度係攞嚟辭蝦嘅，拉啲蝦上嚟嘅笪就放喺度揀，揀完之後呢，就將最靚最合規格嘅蝦拉到大城市去賣，細嘅呢留翻嚟自己養。養家行內有句話，穿着拖鞋進去，開着奔馳出來，只要存活率高，那就是躺着數錢。阿成的大女兒在汕頭讀大學，今天回家，阿成忙完蝦塘的事，就着急奔向了高鐵站接女兒。好遠啊，喺嗰邊嚟，我都係第一次嚟講啫喎。放人啲菜嘢入邊。今天女兒回家，媽媽和小姨早已經在廚房忙碌了。鹽焗羅氏蝦，熱鍋下粗鹽，炒熱，塗上羅氏蝦，下米酒提味，再用鹽覆蓋，蓋鍋8分鐘即可出鍋。冷鍋下油燒熱，放入羅氏蝦油煎，至焦黃撈出，熱油，再倒入咖喱，最後倒入羅氏蝦，入米酒提鮮。起鍋裝盤後，再撒上少許蔥花，一道充滿東南亞風味又兼具廣東特色的咖喱羅氏蝦就做成了。淋上秘製的蒜蓉醬，蒸熟的羅氏蝦，蝦肉開瓣，蝦膏橙黃，頓時口舌生津。幾個月不見，大家都格外想念，只是都不如最小的弟弟表達情感來得熱烈直接。你而家考試點啊？仲得啦，我覺得。你還前面喝奶茶好唔好？最等最累過佢啊！蒜蓉是羅氏蝦的神仙搭檔，大蒜素濃烈而刺激的香味兒，與蝦肉氨基酸淡雅的鮮甜，一濃一淡，相得益彰。鹽焗羅氏蝦的口感仿佛一縷清風，毫不油膩，海鹽的鹹味自然地融進了蝦肉，飄香的酒味也在肉瓣之間朦朦朧朧，若隱若現。哇！嗰隻蝦攞咩煮㗎？咖喱咯，嗱，呢仔多，呢仔多。咖喱咯，好呀，咖喱。孩子們開心地享用着美味，他們並不知道蝦肉賤賣。阿成和阿豪已經暗地裡盤算，明年要怎麼增收。他們的世界只有擔當和守護，守護家庭，
守护自己用心经营的一方水塘，坚信未来可期。在一个厨师的进阶路上，食材的挑选和运用不可或缺。如果说纯粹的老派的话，人家还吃不习惯，你肯定得改点口味，都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个潮汕菜。林广泽从入伍到退伍后，一直当厨师，一干就是31年。老厨师这几天想在广州做一道饶平老菜炸虾饼，却卡壳了。原因在哪儿？虾不行。放上喺度，你咪嚟咗幫佢掉頭啊！林师傅决定回一趟老家，寻找合适的虾。阿好是林师傅多年的好友，做了几10年海鲜买卖。他向林师傅推荐了一款当地的特色虾。今天刚好渔船有捕捞到，阿好带着林师傅来验验货。好冒笑啊！其他切推呢？不，就2號啊！阿好推荐的是饶平本地的樱花虾。樱花虾又叫玫瑰虾，主要分布在台湾海峡这一带海域，通体艳红，如樱花盛开而得其美名。樱花虾体型娇小，外壳细薄柔软，如穿了一件纱衣，隐约可见淡粉色的鲜嫩虾肉。林师傅总算不虚此行，满意而归。林师傅是一家新派潮汕私房菜的主厨，店里来的都是高消费客户。为了打动他们的味蕾，林师傅在保证招牌菜出品的稳定后，经常要钻研新的菜式，变化花样。1斤面粉加泡打粉1两半，粘米粉1两，澄面粉1两，虾肉剁碎，葱花切小段，加冷水搅拌至黏糊状，倒入锅铲上，再把樱花虾放置在表皮，油炸至虾饼脱离，即可起锅。那这炸这个虾饼就外酥里嫩，这个口感吃起来才好。